各位同學，上回我哋講到南宋同金國之間嘅角力，初期宋軍略佔優勢，甚至收復故土在望。但係宋高宗心急想同金人講和，決定誅殺岳飛換取和平。但係呢種和平非常之短暫，金人嘅南侵意味住宋高宗外交政策嘅失敗。但係呢個時候主戰嘅能人異士已經死得七七八八，南宋淪落到要任用一介書生余允文。幸好余允文喺采石之戰當中擊敗咗海陵王完顏亮嘅大軍，南宋先至可以轉危為安。只係呢個時候嘅南宋已經錯過咗抗金嘅黃金時機。呢個時候守禦邊境有餘，主動出擊卻係無能為力。即使後嚟宋孝宗同宋寧宗有心北伐，但係朝廷內部怠惰消沉嘅風氣已經形成，打仗都係有心無力。除咗同金國簽訂一條又一條嘅不平等條約之外，就再冇任何亮眼嘅軍事成就。金人喺入主中原之後，因為安定富庶嘅生活條件，亦都逐漸失去咗勇武嘅作風。南宋意志消沉，金人就醉生夢死，兩個老冤家都步向衰落嘅同時，喺蒙古草原又一個部落興起。南宋朝廷又離遠同呢個部族眉來眼去，諗落呢件事都好似有啲似曾相識。歷史總係會重演，只係人類會唔會喺同一件事當中再次重複同一樣嘅錯誤呢？咁就請大家翻開書嘅133頁，睇下南宋朝廷點樣應對新一浪嘅外族入侵啦。蒙古草原呢笪地方孕育咗無數嘅游牧民族，例如係匈奴、鮮卑、突厥呢一類民族。佢哋自細就喺馬背上面長大，熟練弓馬騎射之術。就喺1189年，蒙古族嘅鐵木真喺草原上面崛起，喺1206年橫掃整個蒙古草原，統一咗蒙古唔同嘅部落，正式建立蒙古帝國。而當時咁啱係南宋宋寧宗時期，韓侂就北伐嘅嗰一年。就喺1211年，蒙古正式入侵金國北部嘅領土，喺野狐嶺之戰擊敗咗金國主力50萬大軍。金人喺北方幾個重要嘅養馬場亦都俾蒙古奪走。喺呢場戰役，金人元氣大傷。1214年，南宋見到金國俾蒙古人打擊，再加上當時鐵木真已經主動派使者同南宋通聲氣，於是就決定唔再向金國納貢，但同時亦都唔會響應蒙古嘅軍隊。不過金人雖然唔夠蒙古打啫，但係對付文弱嘅宋朝就卻係綽綽有餘。為咗補償翻俾蒙古入侵嘅損失，就決定入侵宋朝。1219年，鐵木真西征，蒙古人將勢力伸延到中亞同埋歐洲嘅東南部，同時佢留低大將木華黎去打擊金人。當時山東嘅盜賊見到金國轉弱，亦都投靠宋朝，但係未得到南宋朝廷嘅重視，一直晾住喺度。後來喺1226年，蒙古軍招降山東嘅盜賊，同時出兵滅咗西夏。滅咗西夏之後，成吉思汗鐵木真亦都臥病在床。佢臨死之前向啲仔同部將提出滅金國嘅策略。因為當時金軍喺黃河至關中一帶布防嚴密，抗蒙戰爭站穩咗陣腳，一時之間蒙古佔唔到任何便宜。鐵木真就指出金國嘅精兵都喺晒潼關，佢建議可以帶兵繞道到宋朝嘅領土。宋金兩國本身就係冤家，鐵木真認為宋朝一定俾蒙古軍過境，然後兜去金國嘅河南地區，到時以逸待勞，將來自潼關嘅援軍擊敗，就可以滅咗金國。喺鐵木真離世嘅同時，南宋嘅宋寧宗亦都駕崩，奸上史彌遠專權。佢同太后一同策劃，另立宗室嘅其中一位王子趙貴成為帝，是為宋理宗。1230年，蒙古人正式向金國發動總攻。鐵木真嘅細仔拖雷指揮住一支偏師，諗住借道於宋朝。點知宋朝嘅反應出乎鐵木真嘅預料之外，居然唔俾拖雷去過境。於是拖雷就強行入侵宋朝嘅領土，經過漢中，再順住漢水出河南。然後喺1232年，蒙古軍喺三峰山之戰擊敗咗金軍嘅主力，將金國嘅家底一鋪清袋。宋理宗見金國真係大勢已去，已經唔能夠發揮屏蔽嘅作用，
於是正式同意聯盟滅金，雙方協議黃河以南嘅土地歸宋，以北嘅土地歸蒙古。於是南宋方面就派名將孟拱出兵，同蒙古軍隊共同攻打金哀宗最後嘅根據地塞州。1234年，塞州城被攻陷，金哀宗吊頸自殺，金國正式滅亡。但係金國滅亡之後，蒙古冇履行到承諾，將黃河以南嘅土地歸還宋朝。當時南宋對於國際嘅形勢亦都一知半解，蒙古嘅軍隊橫掃歐亞，唔講道義，拳頭就係一切。當初拖雷明知宋朝唔俾過境，佢就偏偏要去過，可以見到佢哋究竟有幾咁野蠻，所以又點會乖乖地咁樣去守信用，將侵略得嚟嘅土地奉還呢？宋理宗因為呢件事惱羞成怒，當時佢30歲，血氣方剛，佢已經冇辦法冷靜落嚟去分析個時勢，於是就唔顧大臣嘅反對，趁住蒙古軍北返，出兵進佔汴京同埋洛陽。不過好可惜，佢哋所佔領嘅汴京已經唔再係清明上河圖上面嗰個繁榮嘅汴京，而係一座得返1000戶人家、600個守軍嘅空城。除咗大相國寺同埋原北宋嘅宮殿變化不大之外，其他嘅地方都殘破不堪，而洛陽城亦都處於同樣嘅情況。係就係收復咗故土，一償當初岳飛嘅心願，但係一切都太遲。中原嘅土地除咗係一堆白骨之外，千里無人煙，城鎮破落，農田荒廢，佔領咗亦都冇任何嘅實際作用。而南宋嘅軍隊亦都因為勞師遠征，加上補給困難，喺斷水斷糧嘅情況之下，遭到蒙古軍嘅伏擊，南宋嘅軍隊幾乎全軍覆沒。呢次宋理宗出兵汴京洛陽，史稱端平入洛。端平係宋理宗嘅年號，入洛即係進入洛陽咁嘅意思。端平入洛失敗咗之後，更加俾蒙古人一個口實，蒙古人就反過來話南宋違反盟約，擅自進攻佢哋嘅領土，於是宋蒙反目成仇。呢個時候，蒙古窩闊台汗就以南宋背約作為藉口，兵分幾路入侵宋朝。不過慶幸當時蒙古人發動第2次西征，出兵入侵俄羅斯、波蘭同埋匈牙利。蒙古人專心於西征，對南宋造成嘅壓力亦都相對較少，所以蒙古嘅軍隊都被宋軍擊退。但係蒙古南侵對四川、襄樊、淮南一帶都造成咗一定嘅破壞，可見對於蒙古人嚟講，佢要侵略嘅地方咁多，南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要征服嘅國家之一啫，輕輕鬆鬆就已經可以將你嘅領土打到甩皮甩骨。蒙古人南侵失敗，不過係軍事上面嘅少少挫折，但係南宋面對蒙古，一旦打輸咗場仗，就足以動搖國本，隨時面臨滅國嘅命運。於是南宋朝廷同埋將領都打醒12分精神，唔敢再對蒙古人掉以輕心。宋理宗時期有2位名將，一個叫孟拱，一個叫余介。孟拱鎮守荊州，余介就鎮守四川。自此之後，2位將領就開始着手構建嚴密嘅防禦體系，特別係守四川嘅余介，利用四川盆地山嶺眾多嘅特點，就構築咗大大小小嘅山城，形成山城防禦體系。呢個舉措亦都為日後嘅抗蒙戰爭打下咗基礎。蒙古軍見到南宋嘅防禦開始鞏固起上嚟，一時佔唔到便宜。後嚟窩闊台汗身死，由佢個仔貴由汗短暫統治之後，就喺1247年降服吐蕃。降服吐蕃冇幾耐，貴由汗就病死，最終汗位去到鐵木真細仔拖雷嘅家族。1251年，拖雷嘅長子蒙哥汗繼位。1255年，蒙哥汗就派細佬忽必烈迂回四川嘅西邊，去入侵雲南嘅大理。就係咁，蒙古完成咗對南宋嘅3面包圍。咁書入面寫兵分2路，實際上就係兵分3路。第一路係由大汗蒙哥親自帶兵入侵四川，第2路蒙哥汗嘅細佬忽必烈就由河南進攻鄂州，鄂州就即係今日大家耳熟能詳嘅武漢。第3路就由大將額良哈台由新佔領嘅雲南大理出發，從廣西殺到去潭州，即係今日嘅湖南長沙。蒙古嘅軍隊所向披靡，西路軍隊已經深入四川嘅腹地，攻陷成都；東路忽必烈已經打到去鄂州。
南路屹梁哈台亦都攻到去潭州。呢個時候，南宋處於岌岌可危嘅狀態，隨時面臨覆亡。但就喺呢個時候，就係因為一粒石仔改變咗歷史嘅走向。蒙哥汗橫掃四川之後，就準備進攻重慶，中間要經過合州釣魚城。釣魚城山勢非常之險峻，三面俾河流環繞住。不但有山水之險，而且佢仲可以透過水路源源不斷咁樣有糧食運嚟。而且經過之前大將余界嘅修葺之後，釣魚城嘅防務非常之穩固。當時又正值夏季，來自漠北嘅蒙古人承受唔到暑熱潮濕嘅天氣，蒙哥汗同佢嘅蒙古大軍一時之間冇辦法攻陷釣魚城，於是就寫信去招降佢嘅守將王堅。但係王堅唔單止嚴詞拒絕，仲要將2條15公斤嘅鮮魚同埋100幾塊蒸麵餅掉出去城外邊俾啲蒙古兵，然後寫封信去勸佢哋咁話啦：呢座釣魚城莫講話守1年，守10年都仲得，你哋都係打唔到落嚟噶啦，死咗條心，退兵吧啦！王堅勸完蒙古人之後，就激到蒙哥汗好嬲，佢就決定要傾全力去猛攻釣魚城，仲揚言要喺攻陷座城之後要血洗城池，屠殺城內所有嘅軍民，一個不留。當時蒙古有一位老將就勸蒙哥汗唔好咁衝動，但係蒙哥汗嗰陣時已經興到火遮眼，所有嘅說話都聽唔入耳，然後佢就親自揮軍攻城。結果喺釣魚城入面，宋軍嘅投石機就將石頭拋到蒙哥汗嘅左近，咁嚿石頭拋到落地嗰陣時就滾起咗啲沙石，呢啲沙石就打中咗蒙哥汗，蒙哥汗負傷撤軍，當晚身死。當蒙哥生死嘅消息傳出之後，正喺度進攻鄂州嘅忽必烈就急急腳咁樣返燕京爭奪汗位。咁啱南宋方面就派宰相賈似道進行和談，忽必烈亦都買過順水人情，應承咗南宋方停戰嘅協定，並且每年要南宋繳納稅幣，然後蒙古軍先至停止攻勢而撤兵。南宋喺釣魚城之戰獲得奇蹟一般嘅勝利，同時亦都扭轉咗南宋乃至世界嘅命運。點解呢？首先，南宋本來面臨住滅亡嘅邊緣，因為蒙哥之死，忽必烈為咗爭汗位而退兵，於是宋朝又可以苟延殘喘多一段時間。第二，當時蒙古帝國正進行第3次嘅西征，由拖雷嘅第6子旭烈兀去率領。當時佢正諗住西征到埃及嗰陣時，收到蒙哥戰死嘅消息，就停止咗對埃及嘅攻勢，加入爭奪汗位嘅行列，以致蒙古軍停咗喺敘利亞，冇再入侵北非。第三，忽必烈為咗爭奪汗位，毒殺咗佢嘅親細佬阿里不哥。呢件事受到蒙古帝國其他嘅家族成員嘅不滿，佢哋唔承認忽必烈嘅汗位，於是紛紛獨立起上嚟，視為4大汗國。忽必烈所統治嘅蒙古帝國只係限於遠東嘅地區。蒙古內部分裂，自此以後紛爭內戰不斷，更加冇能力去擴張。世界各國得以有時間去喘息，包括南宋在內。只不過釣魚城之戰對於南宋嚟講，只不過係暫時延續壽命嘅戰役，因為南宋嘅病因最根源都係來自於內部嘅腐朽，甚至已經到咗病入膏肓、無藥可救嘅地步，滅亡不過係時間嘅問題。下一回我哋睇下南宋點樣過埋最後嗰20年嘅時間，以及末代君臣喺國破家亡嘅一刻所寫下嘅悲壯史詩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。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，請同學抄低落嚟，喺課餘嘅時間記得溫書啦。對於今次嘅內容，如果同學想有更加多交流嘅話，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。